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先大时间问题，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各位朋友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川普的关税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挡下来了。那法院不认为川普所主张的这些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可以授予他如此不受约束的权利，因此撤销依照这个法来施加的相关关税所以全球关税战有解了嘛？现在看起来这个对等关税可能要在10天之内就要明令禁止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裁定就说，川普与贸易伙伴达成协议之前，要停止征收全球关税，包含对于中国大陆的30%关税，对于加墨的25%关税这样的关税被法院挡下来，白宫回应啦，讲说非常的不满，将会动用一切行政权力来因应这项危机。那法院则是给予行政部门最多10天时间，停止相关的征税程序所以开始了白宫跟法院的角力那关税武器化其实真的是已经导致全球的撕裂了，很多经济学家是看不下去痛批川普，说你这种简单的思维会毁掉全球这种复杂的体系导致现在全球的企业投资已经降到了冰点。那包含了像是沃尔玛这些大型的零售商都说真的是撑不住出口商因为订单取消导致了6400吨的货物滞港，农业也承受了失去中国大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不光是风险有些是已经发生了，比方说像大豆已经卖不过去，已经被取代了，巴西卖过去了。那还有企业的信心修复以及供应链的重建都是非常漫长痛苦，而且有些是没办法修复，是不可逆的，已经回不去的。那还有呢 CNN 也报道，美国的民众现在为了要省钱都已经在餐桌上出现了一款产品，就是这个罐头现在为了要因应这个手头紧物价高，现在很多人是用吃罐头的方式，那就代表着这个是一个可能要通膨或者是整个经济衰退的一个讯号出现了。那还有呢中美的下一个战场可能就是在澳洲的达尔文港因为本来是99年的租约，现在澳洲要把这个达尔文港给拿回来，美国的私募基金还说要去竞购所以中国大陆觉得莫名其妙，这明明是有租约的这个约还可以毁约吗？那毛宁就提到了，他说中国企业是通过市场方式获得了达尔文港的租约，合法权益应当获得充分的保护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变卦就变卦呢？那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驻澳大使他也提到了，他说澳洲政府在此时收回港口将是道义上欠妥而且中国大陆其实已经使得达尔文港的营运是转亏为盈了，那你们不是等于是在这个收割现成的吗？而且美国在这个节骨眼是不是又在背后施加什么样的压力要来抢这个达尔文港那我们看环球时报讲，这现在体现出来，澳洲政府试图以政治凌驾于法治，造成民众的安全感大幅下降。后续希望澳洲政府能够停止以政治偏见破坏经济合作，让他觉得，哎呀，真的是说变就变前一阵子才这个澳洲跟中国大陆关系挺好的，龙虾、红酒这些都可以卖回去了。结果现在，又要开始在做一些文章，用这个达尔文港的租约又要开始。朝美国这边卖过去吗？所以不知道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盘算那还有你看到德国汽车制造商这个 BMW 他们就还有宾士大众他们有被爆料出来，现在希望跟这个等于说美国政府谈判获得一些关税的豁免。德国现在态度是更加强硬了，那连欧洲央行的行长呢，现在最近好像也不是跟美国那么要好了，反倒去夸普丁咯。我们来听一下。 He's unbelievably thorough, detailed, knowledgeable, and when he works on a file with you, he doesn't have any paper, he doesn't have any material, he doesn't have any briefing. He knows it inside out. So to deal with him, certainly in my days, I had to know my file inside out and by heart. Donald Trump ist es genau das Gegenteil, oder?
讲到川普只能苦笑哦，所以是不是反映出来欧洲知道川普靠不住，美国靠不住哦，但是呢，你自己得要必须跟俄罗斯打好关系，因为你看俄罗斯已经有一些这种讯号出现了，这是根据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他们发布的一个报告，他说俄罗斯最快会在2027年入侵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同属北约成员国的波罗的海三小国，来测试北约的反应。那现在目前欧洲也面临到必须要额外采购400架战机征兵还有军事产能不足的这些困境，因为眼看着这个美国就是不打算要来管这边的事情了，已经打算抽手了嘛。像现在已经川普说1天要搞定的俄乌，他现在100天搞不定，他索性要抽身啦。那所以这个欧洲得自行面对路透社有报道，他说普丁开出了和谈的底线，就是呢，可能一方面是用施压的方式，就是有可能要来打北约，所以呢，你北约看看你的东扩是不是要承诺到此为止，而且要解除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所以欧洲自己知道这个没有美国可以靠，自己恐怕是要跟俄罗斯好好谈谈了。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我想美国联邦法院这个判决对美国的整个的产业界还有美国的社会来讲，应该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事实上这个是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关税政策其实看起来好像全世界大家都觉得很烦恼都会觉得受到影响。其实受到打击最深的是美国自己本身，美国的经济，而且这种打击的这种广度跟深度可以说是空前的。那可是川普深信不疑，他把一个复杂的事情太过简单化，那而且他错误解读这个关税就是什么，就是向外国政府抽税，结果呢美国的很多厂商就说那个关税我就要变成就是说关税的特别收费，还是要美国的消费者来出嘛？所以我觉得他连基本的概念都搞错，然后身边这个纳瓦罗这些极为偏激的这些这些所谓的这些他身边的顾问真的是不仅害了川普，也把美国害得蛮惨的那其实再继续走下去，美国的这种经济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那就变成就是说今年很可能是一个大灾难当然别的国家事实上别的国家受的灾难，我觉得没有办法跟美国来相比。那所以美国基本上你看他这个联邦法院还是做了个裁决，不过还有10天，他给他10天的时间所以川普的个性是不会轻易的放弃的，这个中间看还会有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说这个10天过去的话，川普也拿不出什么对策的话，那事实上的话，川普这个关税政策就等于垮掉了。那这个一垮下去的话，我觉得将川普在美国整个这个未来的领导威信会受到严重的这个创伤。然后呢，对于他的这个整个未来的施政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他身边最大的助手马斯克已经离开了，马斯克走的时候，那么对川普基本上他那个大美丽法案，他基本上明白表示不满。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我本来希望裁减，那可是呢，现在你增加的支出反而大于裁减，所以他认为这个不可思议，他不赞成这个做法。因为记者问他说：“你觉得这个是大而美吗？”他说他很故意开玩笑，他说可以说是大，可是并不美丽，跟美丽之间好像没有必然关系。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我觉得慢慢他会怎么样，在美国的社会里面越来越被这个其他反对的各种力量集结以后，一个把它孤立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对美国是一个好事，美国要不然美国的经济真的我觉得从我们在旁观者看的话，真的是不堪设想了。那达尔文的这个港口，这个美国想要把它并购，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叫龙博私产私募基金，它已经出面了。也就是美国已经不是幕后飞手，直接就冒到台面上来了。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现在是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商业合约做基础的，这种毁约这种基于政治考量来妨碍这个契约的神圣的这种做法，其实对澳洲也不利。
那现在就看艾班尼斯他怎么拿捏了，因为如果中国大陆不强烈抗议的话，艾班尼斯很可能就顺水推舟了。那可是中国大陆如果政府表明了很严正的态度的话，我想澳洲政府他会继续采一个比较中间，然后呢可能会把这个案子拖得更长一点。好，来请教杨老师。美国联邦法院就是国际贸易法院判川普政府的付解放日对等关税，也就是4月2号起的一连串的关税是违反宪法、越权，因此10天之内要撤销。各位千万不要太乐观，我觉得情势可能会更复杂。第一点，虽然它是一个法律位阶的问题没有错，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是说，是美国的国会有规定征收税款、关税、进口税跟消费税，所以关税是属于国会的权利，这个是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定的。那你现在总统在定关税，你就越权，这是法律位阶的问题。所以过去1930年的时候，它是一个关税法案，国会通过的。然后呢，他这里面又在说，就是你去主张1977年的经济紧急法案，然后呢，作为因为美国面临到紧急的经济情况，所以总统被授权可以对外国采取高关税。但紧急在哪里？那原告说，美国49年来每年都是贸易逆差，197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只不过是最近增加的比较多，1.2兆美元的贸易逆差。那明年就算贸易逆差，也不会面临到所谓这种有悬崖断崖式的这种危机，不会。所以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出现。而就算紧急，你也不可以使用关税，违反那个宪法第1条第8项。好，讲到这边，大家就知道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就依照这个来做判决。但是川普他可以有几条路可以走。第一个，他可以上诉，他已经上诉到美国的上诉法院。然后呢，如果上诉法院再输了，他可以到最高法院。各位，美国的法律英美法体系是这样子他会参考就是条文，但也看整个情势。又位阶越高的法院，对于行政权在行使就是跟国会立法之间的这个权利的时候，他往往会尊重现在的行政权，因为他觉得说，川普可以说，我用这些其实是一个谈判筹码，我不是真的要磕多少145%，我跟中国后来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让他们开放门户，然后呢我跟英国要求他，结果他也同意他的输往美国的车子做配额的限制，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保障美国利益的。所以各位，法院的判决还不一定。第二个他可以做的是，他根本不理。按说你判决是你的事，我照做。川普不是没有这样做过就在之前的没有多少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判0-9认为川普违法使用在2次大战时期的外国敌人法来把那个非法移民遣返回埃瓜多尔的监狱，你不可以这么做，川普照做。所以第二个他可以照做。第三个，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叫做像是汽车钢铝的关税，它不属于这个范围，它是在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它就是用说违反国家安全。所以各位，他可以把所有的关税，就是说我们现在改为适用1962年，这些都是违反国家安全，我通通照样做。你觉得他敢不敢做？川普有什么不敢做？这个法院挡不住他，只是让你更困难。为什么？因为外国政府会在更短的时间压力之下，谈判会更仓促，筹码会更少。我的预言可能是会这样子发生。好，来请教将军。这个欧洲的困境呢，我认为乌克兰战争的因素在里面所发挥的影响力非常的大。第一个，因为乌克兰战争，这些欧洲国家，不管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把这些军火都去支援给乌克兰了，所以他这边支援乌克兰，他要去买新的来做一个替代，所以造成他国防预算的增加。那这样的话，乌克兰战争都打了那么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止，打了3年4个月。那这些乌克兰
乌克兰的又不够，经常向欧洲就近希望能够支援，所以欧洲的这个军火的困境产生了。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还有一个这个借贷给乌克兰的困境，因为这些乌克兰一直向这些欧洲国家也要钱不是光向美国，他也向英国、法国、德国去要钱。那这些钱也给乌克兰，先借给乌克兰吧，因为乌克兰打仗需要钱那现在那自己都还自顾不暇，物价都上涨，因为这个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些欧洲国家也手头也都很紧还借钱给乌克兰，所以说他们也造成这经济上的困境。第二个困境是欧洲困境，是第二个困境。第三个困境你看美国跟欧洲也在关税战、贸易战，也是走得不顺。那这个走得不顺的话，这些欧洲对美国的贸易也受到影响。那受到这些双方的影响，欧洲在这个方面的经济的发展就相对的迟缓。那目前来看，这三个问题加在一起，还有一个第四个问题，就是美国总统川普都希望北大西洋公约这些成员国希望增加国防预算，不要像以前的只有到达 1.8 到 2.0， 希望能够到 2% 到 3%。那这样的话，整个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国防预算的包袱又出来了。那前面有俄乌战争的他们的资源的包袱，现在后面又有增加国防预算的包袱，所以整个欧洲的困境很显然的就是因为最早的俄乌战争的爆发，让他们在这方面的负担增加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澳洲北部的领地的达尔文港。达尔文港的话，中国大陆的南桥集团把它顶下来，那个时候它的每一年的吞吐量在2015年10年前才500万吨。那经过这10年之后它现在变成3000万吨的吞吐量，每一年，那整个的营运都发展起来。大家一看，那就眼就红啦，那是不是拿回来自己做营运？但是当年签约的时候签99年你现在不能要回来，要回来要赔20年的，它现在的盈利所得要乘以20倍，那也将近就是200亿，因为一年大概平均它的获利是10亿美金，20年就是200亿美金。澳大利亚要把这个200亿美金赔给蓝桥集团那这又是问题了。所以我认为没那么简单呢。最重要，我认为是美国因素，因为美国在达尔文港有驻军，包含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还包括美国的空军也住在达尔文港旁边。那现在达尔文港已经变成战略港口了，不是以前的商业港口，因为美国有驻军在这边。现在达尔文港的吞吐量又那么的大，增加了6倍，所以现在美国眼红，澳洲也眼红了，要回去。但是如果要毁约的话，它的代价还蛮高的，是要赔200亿美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的，终于这个兄弟情是破裂了。说的是川普跟马斯克，那时候大家就在预言就说这两个人呢，看起来之前呢就是有你有我有你的场合一定有我，感情好得不得了。后来前一阵子真的是出现了一点点矛盾所以就比较少看到马斯克，也比较少听到他的消息。现在正式的已经两个人闹翻了吗？有这个消息显示马斯克他在他的 X 上面已经发送了分手信了，就宣告了用官宣的方式告诉大家他要离开川普政府了，也引发国际政商圈高度的关注。他说他已经即将结束在川普政府当中的特殊政府雇员的身份。那这个离职程序呢，在今天晚上就会开始了，这是白宫的官员证实了这项消息美国的网友倒是不买账因为本来这个白宫还是礼貌上面说要感谢他，他说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被感谢是获得了价值380亿美元政府合约吗？然后像海洋排放有毒废物吗？还是说他要找到数千亿美元的政府浪费呢？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他只找到了其中一小部分，然后就把这些钱投到他的企业当中所以现在看起来马斯克就算脱离了这个 Doge， 可是他在这个民间或者是一般美国人民被他
这些裁员的人心中，可能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原谅他了。那他们就讲说啊，你看 Doge AI 啊，又在胡说八道，可能是伊隆马斯克，等到他和川普真的闹翻了，就知道了 Doge AI 会变得反对川普啊。那川普也会希望禁止 X， 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在预料，接下来两个人闹翻之后，恐怕又要开始互相 diss 对方啊，因为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哦，看起来接下来恐怕还有一场大戏啊。那主要是因为马斯克对于川普这个大又美的减税方案，他觉得他并不支持哦，这是在破坏政府的这个准结的努力，所以他说对此感到相当失望。那还有呢，这个川普不是在杠哈佛嘛，而且现在又蔓延到各个就是主要的民主党比较支持的大学哦。那你看这个法新社有报道，就是哈佛的学生举起标语喊着川普等于叛徒啊，还有许多群众高呼口号说是支持哈佛的外籍生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场面啊，现在越闹越凶，也就是说很多哈佛的外籍学生是不愿意妥协的。那但是这样子针对哈佛，你看白宫的立场讲得更加强硬了。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他就讲了，他说美国需要的是电工、水电工，而不是哈佛研究。哇，已经是讲到这个层面上了，就是宁可要电工、水电工都不需要哈佛。那他们讲说，因为你们哈佛都是那些什么LGBTQ 的研究生，什么你们去研究这些哦，我们美国不需要你们，那我们反倒是更需要透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这些这个专业专职人员。那哈佛讲川普讲哈佛收了太多国际学生，目前有31%的学生来自国外，他认为应该要下降到15%左右。连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都跳出来说啊，这才是他们真正可能心里面想讲的话，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说将要狠狠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哦，而且他说要去了解一下这些中国留学生跟中国共产党的关联性，也就是现在开始正式瞄准中国大陆再出招了。那彭博也提到了，现在川普政府扩大这个反犹调查，恐怕下一个目标就是会瞄准加州大学。那中美的角力之下呢，其实美国又祭出新一波的晶片限制令，他说这一回呢要针对 EDA 软体来做限制。那可能会掐住大陆的设计命脉哦，因为这个 EDA 软体是晶片设计制造的一个关键工具如果我掐住你的设计的话，你恐怕就不能够超车我了吧？所以他们现在打的算盘是这样子。不过现在华为5奈米晶片是大突破，是带动了大陆的半导体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华为的5奈米技术是彻底避开了 EUV 光刻机依赖多重曝光来实现5奈米线宽，采用中微公司的5奈米这个刻蚀设备，然后精度达到了原子级。因此呢，现在全产业链大家是等于说打一个团体战，要跟这个美国杠下去央视也有特别报道，就是造价4亿美元，艾斯摩尔最先进的光刻机公开，所以看起来这一场仗恐怕这个中美还有的杠。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现在美国现在川普他要跟这个学校这个搞革命的这个目的他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有很多种了。第一个，他对这个学校是执行 DEI， 对不对？这个就跟他的发言人说，白宫发言人说，你们也都在研究什么 LGBTQ 研究生，就是说你学校还在那边研究了，怪不得你们这个把这个美国这个 DEI 搞得美国大乱，这是他们的观点了。所以他是要正本清源，在学校里面他希望这些学生不要去随便做研究，最好去美国不需要这么多，找这些那么怪力乱神的这些学者跟这些研究团队，所以他是在什么思想强制嘛，思想钳制，他要钳制你的思想，这跟美国大学当初的设立的精神实际上是相悖的大学是怎么讲？它是抽离于这个世俗社会里面以纯粹追寻知识来出发点的。那这个就跟川普就不一样啦。那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说你看他除了讨厌这个非法移民以外，甚至合法移民他也不喜欢。那更不要说了，现在美国学校这么多的外国学生
看起来也是他眼中钉。然后你哈佛你招太多外国学生了，你31%的学生都是外国人，你起码要降到一半15%左右哈。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他的想法的，不是一时这个冲动，就好像外界也原来说这个川普所以对哈佛下手，因为他儿子申请哈佛没申请到，后来他太太出来，川普的太太出来这个解释说他儿子没有申请过哈佛，这不是个人恩怨，那背后也有川普的意识形态。那 Rubio 更清楚啦，他不但是反对外国学生，而特别反对中国大陆的学生。那中国大陆学生他就说两个原因，他会加强审查，会怎么样？不是不发签证哦，是取消他们的签证。就你已经在念书的，我把你赶走，把你的签证，把你学校没有赶走你，美国政府把你赶走。对啊。那他说两个，第一个跟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关系的，第二个是什么？你研究的是比较敏感高科技的这一类的这些学术，他都不让你继续待了。所以现在不是想要去美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现在拿不到签证，是现在已经在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正在求学已经拿到学生签证的这一些中国大陆学生很可能会被取消签证。没有签证那你就离开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是有计划一步一步来的，这个不是突发奇想那这个基本上对谁有利呢？其实对美国以外的所有的国家跟地区都有利。香港的特首都出来讲话，说我们欢迎他们都到来。其实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走的不只是学生，教授也会走一批。为什么？川普说我没有想到这个哈佛一年拿到政府的各种补贴高达50亿美元。对，他自己已经 cut 掉大概30亿了。那他50亿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那大部分研究计划在他第一次跟这个哈佛作对的时候，他已经都要 cut 掉了20亿，都是研究计划。你像那研究计划不是学生在做教授也没有工作了。所以现在如果说有一些国家或地区要把尖端科技那么加强自己国内的发展的话，这是好机会。你不只是学生会去，研究人员那个计划的主持的教授搞不好也要一起走，因为哈佛他也没有那个计划的补贴了。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这样这个学术大送礼。所以呢，现在日本也在招手，这个那么香港也在招手，新加坡也在招手，大家都在招手。好，来请教杨老师。其实我们很早就认为，在今年哪一个时间点，马斯克跟川普就会分道扬镳。因为他们两个的个性合作的方式以及马斯克他独特的这个作风，那你现在看到川普更是一个狠人，所以你要他们维持1年以上的合作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毕竟马斯克不是进入到他的内阁里面，不是去求职做官而是在帮助他的当选之后。各位还记得马斯克怎么帮川普当选的吗？在他遭受到刺杀之后，然后去做所谓的政府的瘦身 Dodge。可是呢，他后来谈到这方面的时候，他说其实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对抗那个深层政府，这个大概是真的。那像即使是 Rubio 或者是其他里面，你当这些川普团队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当然要底下人帮他办事儿，要底下人来捧他处理很多事情。那你怎么可能要他去裁减这么多的就是员工呢？那马斯克也3个东西，第一个反对这个关税政策，就是那个解放日关税政策，没有想到已经被美国的联邦法院给否决了但是我们看后续的发展。那第二个，他很讨厌那个大而美的法案，因为他觉得那就是又是一种浪费。预计10年之后，大概美国的预算赤字会增加4兆美元。然后他也很讨厌每次坐在那个就是内阁开会的时候，一群弄臣，一群哈巴狗。他自己就不一样，他坐的那个角落，他觉得那没什么话好讲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分手是一定的，但是马斯克也赚够了吧？他的那个 X Space，那个精穷反飞弹体系，不就一定要跟这个 X Space 合作？可是他的第9枚这个卫星这个太空船的发射失败，而且是严重的失败，2节火箭都爆炸了，那就是昨天的事。那再讲到中国的留学生美国在去年总共有
来自于国际学生110万人，110万。Number one 是来自于印度，大概33万，来自于中国大陆是 Number two 27万。但是相较于前一年23年呢，已经少了4%，少了好几万。那现在 Rubio 又开始这么做，你知道 Rubio 他那个国务院他怎么说？我们要让外国学生的 Visa 是美国优先，不是中国优先。他就是这样讲 ，American first, not China。所以呢，他就针对所有跟共产党有联系。什么叫跟共产党有联系？你知道吗？因为在大陆有很多年轻的时候有参加那个这个绑的那个红巾的叫什么队？那就是你小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功课表现良好，那个基本上就等于是类似的组织，这些都可能没有办法进入美国念书，而你跟你相关的领域。我看到好多的这个教授都会离开，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只是破坏了美国的价值，吸收最好的人才，其实也破坏美国未来科技以及整个经济研发的最重要的基石。美国正在被川普一步一步的深刻的破坏当中。好，来问将军。伊隆马斯克他离开川普的团队我要认为这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Doge的这个位置一定是吃力不讨好，他裁别人，哪个单位希望被裁？那各个山头的他这些头一定他都会得罪，因为你多砍一点，他人少筹码少，影响力也小，整个权力也就讲到稀释掉。所以没有一个单位的头愿意他的单位被裁员、被减员，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马斯克担任这个位置他是绝对是吃力不讨好，会得罪很多人，是这样。所以压力一定非常大，而且怎么会有这些相关绩效没有达到目标就又被减分，达到目标得罪更多的人，所以怎么样都是不好的，而且会整个影响联邦政府的运作，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机关，你不管邮政系统、交通系统、教育系统，它都有它的功能。你一裁掉之后，本来100个人，剩下80个人，那有20个人工作到哪里？谁做了？谁去做？是不是大家工作负量是不是增加了？这些都是问题没那么简单说砍就砍，因为它经过运作了几十年，它成熟了，它这个机制、它的责任、它的分工都做得很好。你要去裁员，是不是影响很大？另外一个第三个，我认为，因为马斯克太有钱，他穷人去砍人家可能还有话说。今天伊隆马斯克他的财产这2190亿美元，大概6.6兆台币吧，那就是6万6千个亿的台币。那么有钱，你去砍，那别人失业了没饭吃了，会怎么看？你有饭吃，他没饭吃，一定会恨伊隆马斯克嘛。所以马斯克在这个地方，一定大家对他一定怨声载道，可能也会影响他整个商业帝国的表现。所以让伊隆马斯克当初找这个位置是个挑战没错，但是问题是压力一定非常大，而且不见得能够这个顺理成章。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川普去大砍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育券，也是我认为也是失策，因为很多这外籍生31%的外籍生在那边，这些都会在经过的教育的熏陶耳濡目染，都会有美国价值。那不是美国价值的就进来了吗？这灌输到这些人，到这些外籍的研究生，各国的国际研究生到美国，而且是美国最好的哈佛大学，不是这样子吗？那第二个，这些也可以带来美国这些教育的繁荣啊。这些研究生过来，食衣住行都要吃，都会带钱来。美国的教育的这个学费非常的贵，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美国会赚钱呢？最后一个，第三个，我认为这些在美国受教育的哈佛大学回去都变成亲美人士多，因为他受美国教育、美式教育、美式价值观、美式的想法、美式的思维，他会亲美。那将来这个被川普这么一砍之后，这些名额变少了，那美国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的影响力也会相对的受到影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印巴战争啊。到现在呢，印度还持续在他们的国内的媒体当中的报道大概是怎么样？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印度的媒体哦，他们现在在讲说2047年他们要变成已开发国家，而且是莫迪就承诺就是莫迪在事必成啊，他们是这样子在讲，2047年他们就要进入到已开发国家的行列哦，而且还有印度的前法官，他们讲说巴基斯坦涉嫌策划印度阵风战机采购的丑闻，所以他们现在巴基斯坦在背后好像想要释放出来这些假讯息，因此是不是印度先说先赢？他们现在国内的媒体就不断的每天都在针对巴基斯坦、针对中国大陆都有一些负面的这个新闻报道。那《纽约时报》倒是戳穿了这个印度媒体的报道，他们就讲说这个报道印度自己在讲自己很巨大的成功袭击了巴基斯坦的一个核基地，还击落了2架巴基斯坦的战斗机，并且炸毁了巴基斯坦的石油跟贸易生命线。那每个讯息都很具体，但没有一项是真的直接被这个《纽约时报》给打脸。那还有这个有学者就提到，虚假讯息其实是为了要煽动，那有时候是为了要掩盖，但主要就是为了内容当中要激化情绪，使得呢就是更容易引起这个印度人民的参与所以这个印度的大胜利就全靠这一些虚假的讯息在做散播嘛。那另外这个印度时报甚至还讲到胜利成怎么样子呢？他们讲辛多尔行动是已经让巴基斯坦的空军倒退5年呐！哇，这么厉害吗？因为我们看到的都不是这样子连美国媒体讲的都是那个印度的空军受损比较严重一点这个颜面无光。可是他们觉得说他们是让这个巴基斯坦严重受挫那就连法国军方也首次回应了这个标风被击落的事情，说他们正在跟印度保持密切沟通，想要了解更实际的真实的状况。那你看现在巴基斯坦就被黑得莫名其妙，他们就在讲这个他们的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参议院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就讲说这个印度真的是傲慢狂妄会引祸上身我们来听一听。I think for Modi also politically,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Modi regime. And because of their arrogance, their hubris, their tall claims, which they could not match. People are asking questions in the Indian parliament, in the Indian opposition.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id you do? Why did you do this? And these questions show that their narrative has not been accepted by their own people and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They try to get it from all sources. They buy that. Yes, ou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s not just based on buying the equipment, but also transfer of technology where we indigenize it and develop it and modernize it. We are not scared of it. We said, okay, you think you can do this? We will defend our motherland. Come on. 对，所以他们就讲说我们跟你们印度不一样我们不是只为了买我们现在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有实现这种技术转让实现本土化生产。所以骁龙呢本身在巴基斯坦也有这样的一个生产研发现代化的一个改造，这是有技术转移过来的。那这就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底气有这个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关系，技术的获得。所以当然他们觉得说这个印度你再继续吹下去，恐怕人家不会相信大家全球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就连埃及现在也在质疑说标风是不是不可以买希望能够改满中国大陆的战机因为看到这个歼10 C1这个亮眼的表现，所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些军机在国际市场上面的地位水涨船高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印度呢，他们现在还要持续找中国大陆麻烦，就说要加强监控像是海康小米就说要求他们你们要卖到我们印度这边来的相关设备会有资安疑虑，所以我们要限缩范围，要他们提供出来原始码，有这样的要求。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高志凯在印度的节目我们常常引用的这个阿纳布的节目上面也是火力全开我们来听一下。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what the Excellency the General had to say. Couple of points to start with. China acquired Xinjiang before the time of Jesus Christ. So,
Read history first, General. Historical facts you need to study. I know you studied the military, but studying military without historical context will not make you a great military leader. That's the first point. 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变成了印度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给卷进这件事情，要杀杀气吗？中国大陆会理你吗？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印度这一次这个战败哈，就是让世人看到什么叫印度人，什么叫印度政府，什么叫印度这个文明。我想一次大家都看清楚了。那美国的这个媒体都已经在那边都已经在说，你们这一些这个战争中这些整个媒体都在那边说谎，人家都指出来了，你们这些不能面对现实嘛，那其实这个莫迪话不多可是他在这边事实上也鼓动了很多有一种误导的作用。他放假10天是什么意思？打败仗有人放假10天吗？庆祝战争胜利，你飞机被打下6架，你胜利在哪里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不是说要你的陆军很厉害吗？你的海军要去攻击人，有吗？都是你的媒体在放假消息，都不是事实啊。所以你的空军惨败以后，你就根本就不敢动了。现在讲说要2047年什么成为已开发国家，2037不更好吗？那吹牛就吹大一点啊。不过这里面就发觉就是说，印度事实上你会去欺骗别人，对不对？那个是可以了解的国际关系上尔虞我诈。可是你这种自己欺骗自己这个行为我认为会招致2个后果。第一个就是说别人会看清你，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能接受事实，对，你宁愿活在虚假的世界里面，人家第一看。第二个呢，这个别人也会真正从这个例子看到印度这个国家跟现在领导团队，甚至整个这个文明的它的严重缺陷在哪里？对，那缺乏自知之明嘛，缺乏自知之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印度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要好好检讨自己，而不是检讨别人。可是呢，你看他们这个法国的战风战机现在被他们形容问题很多，然后呢又说这个采购过程是被巴基斯坦用这个怎么讲呢策划造成买了这个烂飞机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印度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做了这样子的反应那我觉得对印度没有什么好处了。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什么3大威胁，我觉得也不是印度政府的立场，他不会公然这样讲的那这就是他的整个的，我觉得就是说他的附随组织啦，他现在印度人民党的附随组织还有他们控制的媒体现在走的方向就是在里面搅混水然后呢放烟幕弹，然后呢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让自己的责任越来越不清楚。那如果一个政府不敢怎么样，勇于认识、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的话，这个政府是个烂政府。有这么烂的政府这个国家还有现代化的可能吗？好，请教杨老师。印度有没有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4大的经济体？还没有，但今年可能达成，或者是明年他也会做到，这是真的。它有14亿多的人口嘛，数字上是这样，这是4月26号 IMF 公布的一个数字，它预测今年2025年印度一整年的名目 GDP 会来到4兆1870亿美元，日本呢 IMF 预测会是4兆1864亿，对不起，所以到了年底2个国家的名目 GDP 可能是差6亿美元不到。所以这个还很难讲，你先不要这么高兴的庆祝，还很难讲，至少还没有真的达成。但是它会不会超越日本？会的，因为它去年经济成长9.2%，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是6.2%， IMF 还下修。而日本是多少？日本去年的经济成长是0.5%，今年呢预测0.6%，所以这个一比较之下，今年或明年，印度是会成为第4大经济体，而第3大是德国，大概4.4兆美元。他们预测大概在27年或28年，
印度有可能超越德国，因为德国去年负成长，所以这个日本、德国不争气啊。那现在又碰到这个关税的问题，所以的的确确是个大的这个打压但是呢，对印度，可是各位，那是名目 GDP 啊。如果是人均 GDP， 印度现在是2740块美元，全世界排名第129名，人民还是非常的穷啊，穷到你难以想象。我去过印度4次，最近一次是7年前，也许它有改变，可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容易，基础建设、教育、官僚整个各个问题，它农业的人口还是占的将近有40%到50%，而只占它整个 GDP 不到16%、17%所以基础建设、能源太多问题了。因此，当莫迪在去年就喊出来说，2047年我印度独立100年，我要做已开发国家，你梦吧，不可能的，因为它的整个社会制度没有办法像中国是以人民为主。它是一个贫富非常差距，然后政治非常的在少数人手中，而里面有15%的穆斯林更穷困，将近2亿人啊。所以当你讲到印度的时候，它的这些数字整体而言，它可能会最近超越日本、德国，但是你要看它人民的话，那真的是很凄惨。我们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啊。好，请教将军。那个我认为在5月7号印巴空战之后啊，印度啊就是一种在心理上的自我逃避，或甚至自我催眠。我认为这个是印度一个最大的障碍，看他怎么样去克服。因为这个，尤其是印度的政府，因为印度是这个内阁制嘛，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就当印度总理，他第14任，但是他当了10年了。他当了10年，他要的是面子，所以他有民调指数的压力。既有民调指数，那他只有吹捧啊。大家看了上行下效啊。莫迪要的是好看的数字，好看的民调，那大家就来欢庆，好，因为印巴空战，印度并没有输，他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大家好庆祝，放战争胜利假，放10天，变成这样子，大家一直在庆祝，就是为了民调指数压力，不愿意面对真相。因为面对真相是非常残酷，因为很难看当然残酷所以大家就遮掩了，不要去面对。所以这个变成集体逃避，集体逃避是印度进步最大的心理障碍。你会做麻痹，你没有办法检讨，没有办法改进，就变成自我催眠，大家就变成类似的我们讲的阿 Q 的精神进去了。第二个，我认为它是为了民族自尊，印度民族信心，因为如果要面对真相，他的玻璃心就碎掉了，玻璃很脆弱，所以也只能自我逃离，不敢面对。那要怎么办？靠时间来淡忘，因为时间过久了，大家才慢慢发觉真相之后，那也久了吧，也过去了嘛，对不对？都过了好几个月，过了1年半载了，就算了。他们要靠时间来淡忘，但是却没有靠时间来成长。那印度失去了非常宝贵成长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是印度要去面对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前途、国脉民命发展的一个重建所在。结果印度要选择这个自我麻痹、自我陶醉、自我感觉良好的选择，我觉得这对印度不好。